么办？我不想被绝育啊！谁能想到我居然重生在一只哈士奇身上，而且是血统纯到250的那种。据说220的月牙都电不光。可现在我不想死，更不想被绝育啊！这具身体的前任在发情期把家里搞得天翻地覆，我那位当警察的铲屎官忍无可忍，白天就预约了宠物医院，晚上就要摘我零件。虽然我绑定了一个系统，但这是个警犬系统，要抓犯人才能解锁奖励。可你告诉我，哪个正经警局会要哈士奇当警犬啊？等那个女人下班回来，我的狗生就要不完整了，必须越狱。我的主人虽然长得漂亮，身材火辣，还是警界一枝花，但他现在要对我这朵花下毒手，我能不跑吗？我冷静地打量着这个金属狗笼，以我人类的智慧，很快就发现了突破口。笼门上那几颗固定用的螺丝拧得并不算太紧，我下意识地想伸手，伸出去的却是一只毛茸茸的黑爪子，干，只能用嘴了。我张开嘴，用牙咬住一颗螺丝，使劲一拧，还真动了。我顿时狗眼一亮，加快了嘴上功夫。很快，10几颗螺丝被我一一卸下，笼门哐当一声掉了下来。我敢肯定，这笼子的设计师绝对没料到会有狗从里面把螺丝给拧开。我麻利地钻出来，抖了抖身上的毛，冲向客厅，然后当场石化。不大的客厅里一片狼藉，3个沙发都成了战损版，被撕碎的衣服、裙子、黑丝和高跟鞋散落一地，连墙皮上都有几个清晰的牙印，怪不得要被嘎了。我眼角抽搐，严重怀疑女主人这是蓄意报复，必须马上开溜。我跑到防盗门前，抬起前爪扒住门把手向下一压，门应声而开。还好没反锁。我心中狂喜，一跃而出，顺手带上门，冲进楼梯间，一路狂奔。芜湖自由了！我一路跑出小区，穿过步行街，在一片谁家遛狗不牵绳的骂声中，一头扎进一条偏僻的小巷才停下，伸着舌头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我谨慎地探头向巷外张望，跑了这么远，应该安全了吧？虽然接下来可能要当流浪狗了，但至少男人的尊严保住了，公狗也有尊严。休息片刻，我渐渐平复了呼吸，不得不承认，这具身体的精力是真的旺盛。接下来该怎么办？虽然有系统，但这狗系统非要我抓犯人，我现在连编制都没有，上哪儿抓犯人去？总不能满大街自己找吧？这光天化日的，哪来的罪犯？你叫个屁！闭嘴！把手机拿出来！一男一女2道声音忽然从不远处传来，我当场愣住，这啥情况？拦路抢劫，还真有罪犯送上门了。我立刻紧张起来，4只爪子下意识地点起，犹豫片刻，还是小心翼翼地循着声音摸了过去。获得系统奖励的机会就在眼前，怎么也得去瞅瞅。当然，要是太危险，该跑还得跑，狗命要紧。穿过10几米长的小巷，在拐角处，我悄悄探出狗头，只见前方不远处，穿着黑 T 恤的高大男人，正一手拿着匕首，一手揪着一个白裙少女的衣领，将她死死地按在墙上。抢劫！手机拿出来！看到我衣服上的2维码了吗？扫码，把钱全转给我！高大男子恶狠狠地威胁道。好家伙，还是个与时俱进的新时代劫匪。我躲在暗处啧啧称奇，那少女早已吓得花容失色，不敢有丝毫反抗，颤颤巍巍地掏出手机，准备给劫匪转账。我观察了一会儿，说实话有点不敢上。那劫匪人高马大，目测得有1.9米，身材魁梧。我要是只德牧或者狼青，哪怕是阿拉斯加，都敢直接冲上去。我只是一只体重不到25公斤的哈士奇，怕不是要被他一只手拎起来打。就在我犹豫着要不要冲上去送狗头时，提示宿主尚未领取新手大礼包，是否立即领取？恭喜宿主获得北美灰狼体质与野狗擒拿术。野狗擒拿术是什么玩意儿先不说，但这北美灰狼的体质也太牛逼了，那可是最大体重能到90公斤，咬合力700磅，时速65公里的顶级猎手，耐力还惊人，打一个成年男人那不是跟玩一样，那还怕个毛？我抬腿迈出，恰好踩到一个空瓶子，发出了咕噜一声。劫匪吓了一跳，扭头看到是我，顿时松了口气。哪来的哈士奇？吓老子一跳！顿了顿，他又吐槽一句：不愧是哈士奇，长得跟个傻逼似的。你妈的，原生血脉太纯，我有什么办法？我压下心头怒火，装作路过，蹦蹦跳跳的靠近，劫匪压根儿没把我放在心上，继续催促少女转钱。下一秒，一道黑影猛地从她侧面扑来，一张大嘴狠狠咬在她持刀的手臂上，只听咔嚓一声脆响，小臂骨折的声音清晰可闻。紧接着，一股巨力将她整个人扑倒在地，骂我傻逼，老子咬不死你！我一边疯狂撕咬，一边在心里破口大骂，但在劫匪耳中，这只是一连串凶狠的狗叫。他看着身上这只疯了一样的哈士奇 ，CPU 都快干烧了。不是，哥们儿，二哈咬人了！劫匪下意识的想反抗，他就不信自己干不过一只哈士奇。他猛地一个翻身，结果换了个面，被我继续死死的按在地上。我这么刚学的擒拿术能让你挣脱？这野狗擒拿术还真好用，摁得他死死的。确定劫匪失去反抗能力后，我扭头对那少女喊道：
愣着干嘛？报警啊！少女紧贴着墙壁，呆呆地看着我，整个人都傻了。下班抄近路回家，突然被抢劫，然后被一只哈士奇给救了。报警啊，姐们！眼看那叫夏瑶的女孩还愣着，我知道她根本没听懂我的话，我只能无奈地走过去，抬起前爪，拍了拍她手里的手机。这下总该明白了吧？报警啊！夏瑶看了看自己的手机，又看了看我，懵了半晌，难以置信地试探道：“你是想让我报警？”我重重地点了点狗头，夏瑶瞬间瞪大了眼睛。这狗成精了吧？救我就算了，还让我报警？她不敢耽搁，赶紧拨通了报警电话。喂，是警局吗？我被抢劫了，在文华路西侧的旧巷里，麻烦你们快派人过来。好的，我们马上出警。您没有受伤吧？需要救护车吗？没有，我没受伤。那您尽快到人多安全的地方去，不要待在原地，以防劫匪返回。夏瑶愣了一下，看了一眼把劫匪死死摁在地上的我，迟疑道：“劫匪没跑，被摁在地上了。”接线员一愣：“是有人救了您吗？”“不，是一只狗救了我，它冲上来就把劫匪摁住了，是只哈士奇。”接线员的语气立刻严肃起来：“小姐，报假警是犯法的。”“我没报假警，你们过来看看就知道了。”挂断电话，夏瑶松了口气，好奇地打量着我：“这只哈士奇为什么会这么聪明？明明长得一副纯种二哈，又矮又傻的样子，怎么会这么有灵性？而且这战斗力也太强了吧！刚才他扑过来的时候，我感觉自己仿佛看到了一头狼。1.9米的劫匪在他面前就像个小孩子一样不堪一击，这太神奇了。”与此同时，江城市城南分局刑警队队长秦风看着手里的报告，脸色阴沉的能滴出水来。这已经是这个星期第5起抢劫案了，嫌疑人身份早已锁定，但这人是个惯犯，反侦查意识极强，每次作案后都迅速消失，让他们始终无法成功抓捕。市局都已经点名关注了。妈的，这人再抓不住，我就要去写检讨了。秦风骂骂咧咧的起身，对办公室里的警员们吼道：“2组、3组，全给我出警！1组调监控，以案发现场为中心，全面布控。今天必须逮住那个狗日的！”旁边一个年轻警员愣了愣，小声提醒道：“秦队，报警人说劫匪已经被抓住了。”秦风的怒容一滞：“抓住了？谁抓的？市局派人动手了？”“不是。”年轻警员迟疑了一下，皱眉道：“按报警人所说，是一只哈士奇冲过去把劫匪摁地上，救了他。”秦风直接听懵了，呆愣3秒后勃然大怒：“挑衅！这绝对是劫匪逼受害者这么说的，赤裸裸的挑衅，嘲讽我们不如哈士奇是吧？妈了个巴子的！出警，全部出警！”他越想越气，那嫌疑人可是1.9米的壮汉，咱们局里的警犬单挑都不一定能制服他。哈士奇那种傻了吧唧的狗能救人？扯淡！这绝对是嫌疑人故意的。周围的年轻警员们一听，也觉得队长分析的有道理，顿时怒火中烧。太扯了，哈士奇怎么可能制服悍匪？就是，咱们所的林婉晴不就养了一只哈士奇吗？天天吐槽说他家狗除了拆家啥也不会。说起来，刚才林婉晴看监控说他家哈士奇跑出门了，绝对是那个劫匪在挑衅，嘲讽我们不如狗。妈的，必须把他抓了！走！一群人怒气冲冲地冲了出去，几辆警车呼啸着驶出了派出所。10分钟后，一群警察和一只哈士奇面面相觑，警察们集体懵逼，表情严肃。队长秦风陷入了沉思，看着那只将劫匪死死摁在地上的哈士奇，他的 CPU 有些过载。而此时，林婉晴冲回家里，看着一片狼藉的客厅和被拆掉大门的狗笼，他眼前一黑，捂着高耸的胸口剧烈喘息。他万万没想到，这狗居然能聪明到这种地步，趁他去上班，直接把笼子的螺丝给卸了，还自己开门跑了。这狗是成精了吧？从监控中看到这一切的林婉晴，赶紧从警局请假回来。他倒不是担心这二哈跑出去咬人，那玩意儿屁点攻击性都没有，别人给点吃的就能屁颠屁颠跟人走，但这只狗是他因公牺牲的父亲送给他的，就算再可恶，也不能弄丢了。狗东西，这次找回来，我马上就送你去绝育。他咬牙切齿地想，网上都说绝育了就会变乖，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来不及多想，他赶忙转身出门，准备上街找狗。神了，嘿，这狗神了，牛逼！这是二哈中的边牧啊，屁的边牧，这战斗力分明是藏獒。警察们已经了解清楚了情况，那个被摁在地上的劫匪，经过照片比对，确实是犯下5起案件的抢劫犯。此刻他浑身布满狗牙印，右小臂被硬生生咬到骨折，被压在地上动弹不得，不断的痛苦呻吟，那叫一个凄惨。见到警察，劫匪仿佛看到了救星。救命啊！警察，这狗疯了，快救救我！一个穷凶极恶、1.9米几的魁梧劫匪被一只哈士奇制服，毫无反抗之力。这哈士奇的战斗力是不是有点超标了？作为刑警队长，秦风对警犬自然不陌生。哈士奇在国外确实可以作为警犬，但国内的哈士奇都是经过特殊选育的无攻击性宠物犬，服从性太低，脑回路清奇，根本不可能当警犬。这只哈士奇不会是返祖了吧？
秦风猜测道，原种的哈士奇可是有北极狼血统的，攻击性可不低。他现在需要确定的是，这只哈士奇是只攻击罪犯的好狗，还是一只随机攻击路人，恰好碰上罪犯的疯狗，这差别可就大了。一个警犬训导员牵着一只德牧走了过来，上下打量着我。这狗都不摇尾巴，看着不是很友好啊。我心想，我一个人类的灵魂，你让我摇尾巴，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是啊，万一真是疯狗，那就得当场击毙了。识时务者为俊杰，为了保住狗命和灵剑，我只能不情不愿，万分羞耻的。竖起尾巴摇了几下，同时我裂开嘴，露出一个自认为友善的微笑。我操！摇尾巴加呲牙，这是兴奋想攻击的意思。训导员大惊：去你妈的！这狗也太难当了吧！训导员话音一落，周围的警察纷纷后退几步，手都摸向了腰间的配枪。不！夏瑶见状顿时慌了，连忙跑到我面前，伸手摸了摸我的狗头。它不是疯狗，你们看，它不咬我的。刚才它还示意我报警，这是只好狗，真的。我也连忙点头。对，别开枪，自己人。哎，这狗还会点头？怎么会有这么通人性的狗？错觉吧？好像还真是点头了。嘿，难道这狗听得懂人话？小狗听得懂我的话，就叫2声呗。绝对是混进警局当警犬的好机会，我不能错过。当了警犬就不用被绝育，还能遇到更多罪犯刷奖励，说不定还能刷出变回人形的道具。于是我勉为其难地配合了一下。汪！哎呦我去，还真听得懂！卧槽，好狗啊！秦队，这狗是当警犬的好苗子，攻击性强，又听得懂人话，能分好坏，不当警犬可惜了。秦风微微沉默，说实话，他也是这么觉得的。这狗脖子上有项圈，是有主人的吧？它主人能同意它当警犬？训导员还有些不甘心。秦队，要不我给他主人打个电话，问问对方愿不愿意。秦风想了想，点头同意了。我心里咯噔一下，急了，我特么是越狱跑出来的，那个女的要是找到我，不得气的当场把我阉了！不行，绝对不行！就在劫匪被押上警车的瞬间，我的脑海中也响起了系统的提示音：宿主成功抓捕一名抢劫犯，评级2星，随机奖励发放中。恭喜宿主获得神级嗅觉，可分辨万物气味。瞬间，我感觉到四周无数混乱的气味涌入鼻腔，变得无比清晰，化为一道道信息流涌入脑海。男警察的汗味，女警员混杂着舒肤佳沐浴露的清香，德牧的狗骚味、血腥味，白面纯度一般。我猛地一愣，扭头看向那辆押送劫匪的警车。我操！毒！那人身上有白面的味道。喂，你好，请问是你的狗跑丢了吗？我们这边发现了一只走丢的哈士奇，项圈上有您的电话。正在印刷店打印寻狗启事的林婉晴接到电话，顿时面露狂喜。对，是我的狗，您在哪？麻烦您稍等一下，帮我看住它，我马上过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情况有点复杂，我是城南分局的警察，你的狗帮我们抓到了一个劫匪。对方话还没说完，林婉婷就震惊出声，彻底懵了。啊，你说什么来着？我是城南分局的。训导员重复道。我也是城南分局的警察，我是刚入职1个月的民警。训导员那边也懵了，还有这么巧的事，这狗的主人居然就是他们分局的同事，那这事儿有门啊！你好，没想到是同事，难怪你这狗训得这么好，居然知道救人，还制服了劫匪，就是那个一周犯下5起案子的抢劫犯。你知道吧？你的狗直接把它摁地上了。我们来的时候，劫匪都失去反抗能力了，真的太牛逼了！林婉晴感觉自己没听懂，什么玩意儿？我那只只知道拆家的二哈能制服罪犯，还是那个让刑警队头疼的抢劫犯？不是说那嫌疑人身材高大吗？哈士奇怎么可能打得过你？你确定那是一只哈士奇吗？是啊，黑白相间，脸上大部分是白的，蓝眼睛，瞳孔里还有个痣。对，和你说的一样。林婉晴傻了，小嘴微张，呆呆地看着手机。这该不会是个诈骗电话吧？也太假了。但下一秒，电话里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你好，我是刑警队的秦风，你的狗秦叔，小林。两人沉默了好几秒。我的狗真制服了劫匪？这是你的那只傻狗。秦风曾经是缉毒警，几年前才转到刑警队，而林婉晴的父亲当年正是他的同事，牺牲在了缉毒岗位上。这些年，秦风一直以长辈的身份照顾着林婉晴，他也知道这姑娘养了这哈士奇是他父亲牺牲前送的，甚至秦风之前还见过那只狗，傻不拉几，呆头呆脑，除了拆家啥也不会。这能是同一只狗？那还能是我的狗？林婉晴的声音里充满了难以置信。电话那头，秦风也愣了半晌，挠挠头道：这样，小林，我给你拍张照发过去，你看看是不是你家那只？我瞅着也不太像啊。好，
麻烦秦叔了。秦风把手机还给训导员，习惯性的环顾四周，结果当场愣住。狗呢？训导员也站起身，跟着转了一圈，同样傻眼了。狗呢？操，这哈士奇是真撒手没啊！秦风对着电话吼了一嗓子：“小林，你家狗又跑了！”此刻我早已在800米开外，正顺着空气中残留的白面味道一路狂追。涉及到毒，就绝不是小事。那劫匪背后说不定就藏着一个贩毒的，要是能抓到一个毒贩，警犬的编制肯定稳了。立下这么大的功，我那警花主人肯定不会再生气，更不会再想给我做绝育了。为了蛋蛋的安危，这次必须搞波大的。系统说过，抓捕的罪犯罪行越重，奖励就越好。在华夏，还有什么罪比贩毒更重？这波要是成了，奖励肯定丰厚到爆。我越想越兴奋，脚下生风。这神级嗅觉也太好用了，狗鼻子本就灵敏，再配上分辨万物的能力，简直是顶配追踪神器。半小时后，我在郊区的一块井盖上停了下来，低头一嗅，目光瞬间锐利，味道就是从这下面传来的，得想办法下去。我环顾四周，在旁边的草丛里翻找出一根结实的木棍，叼着回来，将一端插进井盖缝隙，咬住另一端猛地发力，砰的一声，井盖应声而开。会用杠杆原理的狗就是这么牛逼！我得意一笑，毫不犹豫地钻进了下水道。沿着湿漉肮脏、臭气熏天的下水道，我继续向深处搜寻，眉头拧成了疙瘩。不出意外，这里就是那个劫匪的藏身之处。江城的经济相对落后，这片区域的下水道系统管理不善，垃圾成堆，恶臭弥漫。这狗日的真会躲，这种地方警犬来了也闻不到味儿。还好老子有挂，我咬咬牙，强忍恶心，继续向前，七拐八绕地走了近2公里，才终于找到一片相对宽敞干燥的空地。空地上铺着几块纸板，上面放着一床薄被，四周散落着各种食物包装袋、矿泉水瓶，还有好几个女士手提包。显然，这就是那劫匪的老巢。躲在这种鬼地方，谁能找得到？我上前仔细嗅了一遍，目光很快锁定在一个黑色的巴黎世家手提包上，用嘴叼起来抖了2下，啪嗒，好几样东西掉了出来：一支口红，一瓶粉底液，一个避孕套，一根紫色按摩棒，几张票据，还有一小包白色粉末。我狗眼一亮，白面不对，看这情况，这个包应该也是那劫匪抢来的。我略作思考，用爪子扒拉了一下那几张票据，目光停留在其中一张火车票上。江城火车站，发车时间5月8日20点15分，这不就是今晚吗？这个包的主人打算今晚坐火车离开。我的视线转向那根紫色的按摩棒，我敏锐的狗鼻子早已将这里的一切气味信息尽收笔底，神级嗅觉正在自动分析。成年男性的粪便味，顶端有浓郁的冰毒味，还有润滑油的味道。这个包的主人是男扮女装，而且为了藏毒，他用这玩意儿把毒品塞进了身体里。妈的，太变态了！审讯室内，那名叫王虎的劫匪被送去医院处理好伤口，打了狂犬疫苗后便被带回了分局。秦风第一时间亲自提审，就连分局局长周正国都亲自过来了。这年头国内治安稳定，这种连续持械抢劫的案件已经算得上是大案，上级领导高度关注，要求城南分局1周内必须破案。2小时前，身为局长的周正国还急得焦头烂额，眼看上面给的期限就剩1天了，他们连劫匪的影子都没摸到，他都已经做好了写检讨、挨批评的准备。没想到刑警队突然给了他一个天大的惊喜，人抓到了。周正国第一时间赶到审讯室，此时的王虎一脸呆滞地坐在审讯椅上，右臂打着石膏，浑身多处缠着绷带，几处较浅的狗咬痕迹裸露在外。见到他这副模样，周正国没忍住乐了，还真是被狗制服的。刚才听老秦汇报，我还以为他小子跟我开玩笑呢。秦风苦笑，是啊，好家伙，这浑身上下怕不是被咬了几十口吧？周正国围着劫匪啧啧称奇，这起码是被5、6只警犬围攻了吧？能活下来命真大。局长，其实咬他的只是一只狗。周正国一愣，一只狗咬成这样，咱们局里哪只警犬这么勇猛？1.9米的壮汉，一只就给拿下了。确实是一只狗，但不是警犬。不是警犬，那是什么？一只哈士奇。而且我们都没动手，到现场的时候，那只哈士奇就已经把嫌犯制服了。局长，我可要批评你了。周正国的脸沉了下来。警犬是我们的同志，那是哈士奇，那种傻狗能比的吗？你开这种玩笑就有点过分了。他指着王虎，这小子有点东西，我们找了他整整1周，现在你说他被一只哈士奇抓了，什么意思？你是看不起他，还是看不起我们自己？我们整个分局加起来
还不如一只哈士奇。局长，我真没开玩笑。秦风知道这事儿很难让人相信，早有准备的掏出手机。您自己看吧，这是刚才的执法记录仪录像，这不是哈士奇是什么？周正国看着秦风认真的表情，半信半疑。而就在这时，审讯椅上的王虎忽然情绪崩溃，竟哽咽起来。哈士奇，妈的，狗日的哈士奇，草！被一只哈士奇逮捕归案，他显然心态炸了。秦风瞥了他一眼，局长还看录像吗？不用了。周正国摆摆手，眉头拧成一团，满脸的不可思议。难不成这劫匪就是个外强中干的草包？看着挺壮实，连哈士奇都打不过，这也太废了吧！王虎愣了一下，然后哭得更大声了。闭嘴！秦风一拍桌子，让王虎安静下来，然后扭头对周正国继续说道：局长，那只哈士奇真的有点牛逼，不仅单挑拿下了劫匪，而且极通人性，我们说的话他都能听懂。我们队的警犬训导员都说，这狗简直是当警犬的天才。周正国表情古怪，哈士奇、警犬这两个词也能联系到一起，他还是觉得不可思议。拿过秦风的手机，大概看了一遍执法记录仪的录像。这狗还会点头，让它叫两声，还真叫了。这狗是小林那丫头的，她能把哈士奇训这么好，卧槽！她这偷偷摸摸跑路的样子，还真有点贼眉鼠眼的人样。不对，这狗怎么跑了？周正国反应过来，愕然地看向秦风，后者只能苦笑。我们也没注意，一回头狗就没影了。小林那丫头刚才都快气死了，说找回来之后要直接炖了，那可不行。周正国瞪大眼睛，这么好的警犬苗子，不行，我得去找那丫头聊聊。不用了，局长。秦风连忙拉住他，那丫头就是说气话，这狗可是他爸送他的遗物。周正国一愣，表情瞬间肃然了几分。那这狗确实应该尽快找回来。放心吧，我已经让同志们去找了。秦风点点头，叹了口气。局长，咱们干正事吧，开审。收起其他心思，两人很快进入审讯状态。这劫匪王虎对自己犯下的6起抢劫案供认不讳，问啥答啥，显然是想争取良好表现，获得减刑。审到一半，王虎眼珠转了转，试探着开口：两位警官，我想问问，举报私藏毒品能减刑吗？秦风和周正国都是心头一震，立刻坐直了身体。什么意思？你知道有人私藏毒品？我也不知道具体是谁。是这样的，我第3次作案，抢了一个女人的包，拿回去打开一看，里面有一包白粉。当时我好奇，脑子一抽就尝了点。警官，那绝对是白面，我保证。秦风的语气严厉起来。王虎，我提醒你，为了减刑，提供虚假举报信息，涉嫌伪证罪，罪加1等。你能对自己的话负责吗？肯定能啊！我抢的那些包都还放在我藏身的地方呢，不信你们去找一下就知道了。真有毒品。秦风和周正国的表情变得愈发凝重。最近市局禁毒支队那边就传来消息，说抓到了好几批吸毒人员和小毒贩，怀疑当地出现了一个规模不小的制贩毒团伙，正在摸排调查。王虎的话还真有可能是真的。老秦，你现在马上押上王虎，带人去他说的藏身地，要是真发现了毒品，立刻上报。是。秦风立刻起身，打开审讯椅的锁，将王虎拉了起来。走吧，给我们带路。警官，如果我说的是真的，是不是就立功了？能减多少年啊？秦风拉着他往外走。这个嘛，就要看你之后的表现了。表现得好，也减不了多少。王虎笑容一僵，但你要是不好好带路，那就是欺骗警察，涉嫌伪证罪，得多判好几年。与此同时，我已经来到了江城火车站的站前广场，正漫无目的的溜达着，四处张望。劣质香水味混合着韭菜盒子的味道，狐臭夹杂着体香和别人的口水味，脚臭里混着生姜，又糅合了奶酪的气息，都是些什么玩意儿？有点犯恶心，我可没有刻意去闻，只是正常呼吸而已。神级嗅觉正在自动分析空气中的各种味道，以前不知道也就算了，现在知道了。我不是很想呼吸了，为了抓毒贩，忍了。我叹了口气，强忍着恶心，继续在广场上乱晃。哈士奇，看这里，傻狗，这狗怎么没反应呢？我无视掉那些愚蠢的人类，搜寻的非常认真。我已经记住了那个包主人的气味，只要对方再次出现，绝对逃不过我的鼻子。但我也不能确定，对方是否还会出现在这里。一个疑似毒贩的人，在丢了一包毒品和火车票后，还会补办车票，在同一时间、同一车站坐车吗？稍微有点警惕心的人，
都不会这么做吧？我心里也没底，只是来碰碰运气。抬头看了一眼火车站大门上的时钟，快8点了，那班火车很快就要开始检票了。我不禁有些着急，要是再找不到人，多半就悬了。但就在这时，一丝熟悉的味道隐约灌入我的鼻腔，我目光一凝，猛地扭头看向北面，锁定在一个身形消瘦、胡子拉碴的青年身上。那青年正快步朝着火车站大门走去，一边走一边四处张望，神情中透着几分紧张。错不了，就是他！我没有丝毫犹豫，迈开4条腿暴冲而出，犹如脱缰的野狗，眨眼间就冲过了几10米的距离，砰的一声，直接将那消瘦青年撞翻在地。我操！哪来的哈士奇？青年刚骂了一句，略带怒气的声音就变成了惊恐而痛苦的惨叫。我已经一口咬在了他的肩膀上，巨大的咬合力让他的肩关节和锁骨发出咔嚓的碎裂声，犬齿深陷血肉。我可不管那么多，必须直接让他失去行动能力。这种用身体运毒的人，死不足惜。接着，我又朝他的小腿上狠狠来了一口，使其骨裂，彻底丧失行动能力。然后我撒腿就跑，一头钻进了旁边的树林。原因很简单，周围已经有一群好心群众抄着木棍、扫把、砖头冲了上来。不远处的火车站门口，几个保安也拿着防爆叉，火急火燎地朝这边跑来。疯狗咬人了！我操，这哈士奇发疯了！快上去弄死他！好多血啊！有人昏迷了，快叫救护车！先打狗，别让疯狗跑了！整个广场顿时乱作一团，不明真相的群众自然认为是疯狗袭击路人，部分人情绪激动，抄着家伙就和保安一起朝树林冲来，嘴里嚷嚷着要打死疯狗。还好我跑得快，此时我已经穿过树林，钻进一个隐蔽的排水管中，听着不远处那些愤怒的声音，也是一阵胆战心惊。就算我有北美灰狼的战力，面对这么多手持武器的恐怖直立猿，也只有被打死的份。我还是很有自知之明的，没办法，语言不通，没法解释。希望等会儿警察来了，能证明我的清白吧。广场上，一群人将那消瘦青年围得水泄不通，即使是遍地鲜血的惨状，也拦不住人类爱看热闹的本性。小伙子，你没事吧？别动，你先别动，等会儿造成2次伤害就麻烦了。一个老太太扯下自己的裙摆，正在给青年包扎伤口。小伙子，你先躺好，我们已经打120了，警察也很快就到。不用报警，我有急事，我还要赶火车呢。青年挣扎着想起来，众人听到这话都懵了，伤成这样了还要赶火车？不行，你现在血都止不住。老太太急了，关你屁事！谁让你给我包扎了？滚，都他妈让开！老子要赶火车！老太太愣住了，双眼中透出几分茫然。围观群众见到这一幕，也是纷纷皱眉。不是哥们儿，人家好心帮你，你这人多少有点不识好歹了。是啊，我都看见了，他刚才听见有人报警，脸色都变了。青年的反常表现让不少人的目光变得狐疑起来。这么不想见警察，不会是身上有事吧？而就在这时，一阵刺耳的警笛声由远及近，青年面色狂变，拼了命的想往人群外冲，但他的小腿已被我咬断，一瘸一拐的移动了半天，也才走出10几米。几辆警车很快停在广场上，下来了7、8个民警。林婉晴也是出警的民警之一，此时他眼眸中满是担忧和忐忑，有些心神不宁。本来他正和同事一起找狗，结果所里突然通报称江城火车站出现疯狗袭击路人，让他们赶紧过去处理。最关键的是，很多报警人都说那只疯狗是哈士奇，不拆真的伤人了。林婉晴忐忑不安，维持秩序时都有些心不在焉，目光不断地飘向不远处那个浑身是血的青年。不拆正是他给我的原身取的名字。放在以前，林婉晴绝不相信自己那只傻二哈会伤人，但现在不一样了。早上那只制服了劫匪的哈士奇，几乎能确定就是他的狗。虽然没亲眼看见，但从秦风的描述来看，那劫匪差点没被咬死。这傻狗的攻击性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强了？警察同志，你们先去找那条疯狗吧，它往树林那边跑了。那条疯狗肯定得尽快打死，不然太危险了。太吓人了！那哈士奇是得了狂犬病吧？莫名其妙就扑上来咬人，也不知道是谁家养的，狗疯了都不知道安乐死，放出来害人。围观群众七嘴八舌，见到警察的第一反应就是催促他们赶紧去处理那条疯狗。毕竟火车站这种人流量巨大的地方，躲着一只随时可能伤人的疯狗，太吓人了。几个民警闻言都不由自主地看了一眼林婉晴，他们也都知道那只伤人的哈士奇大概率就是这位同事的狗。看我干什么？林婉晴表情严肃，不管是谁的狗，只要伤了人，就应该按规矩处置。众人微微叹气，既然主人都这么说了，他们也不再犹豫，商量着准备先进树林搜寻。而被2名民警控制住的消瘦青年，此刻面如死灰，还在不断哀求：警察同志，我真没事儿，
你们放我走吧！我两个民警都听懵了，伤成这样，路都走不稳了，还说自己没事儿，这人指定有鬼。警察的直觉让他们瞬间警惕，更不可能放他走了。其中一人稍稍用力，将他按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这一坐，直接让销售青年脸色发紫，似乎在拼命憋着什么，但终究是没憋住。随着一连串不可名状的声音，一滩黄褐色的污秽顺着他的裤腿流了出来，糊满一地。而在那污秽之中，赫然混着一团团拇指大小的塑料颗粒。完了！他在自己的身体里塞了好几斤的白面，刚才被我扑咬时，就因为惊恐和剧痛漏了一点，之后一直在强行憋着，现在彻底决堤了。操，这什么玩意儿？不会是人体运毒吧？那几团塑料颗粒实在是太像毒品胶囊了。两名民警对视一眼，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凝重。哎，先别管狗了，快过来，有情况，这人疑似体内藏毒。其中一人立刻朝同事们大喊，此话一出，整个广场仿佛被按下了静音键，所有人齐刷刷地看向那销售青年，目露震惊。我操，什么情况？这人怎么拉一地？没听警察说吗？偷运毒品？不是吧？咱们江城居然有毒贩！路人们不知不觉又围了上去，目光各异地打量着那青年。那一滩恶臭也拦不住群众们熊熊燃烧的八卦之心，不少人还拿出手机开始录像。民警们疏散群众未果，只能拉起警戒线，然后才围着那青年开始检查。看着那一粒粒疑似毒丸的塑料颗粒，众人的表情都渐渐凝重起来。林婉晴小时候，他的缉毒警父亲就给他看过这东西的图片，此刻他一眼就认了出来。毒丸，这绝对是毒丸。那名叫刘伟的青年面如死灰，还在做最后的挣扎。警官，我说我是消化不良，你们信吗？那你胃口挺好啊，还吃塑料丸子。刘伟仍不死心。其实吧，我是个新手，带点新手村装备，数量很合理吧？合理个屁！嘴给我闭上！带队的老张啐了一口，妈的，运毒的狗东西，还他妈体内藏毒，怎么不泄露了？直接毒死你呢！周围的群众也丝毫不觉得老张骂得过分，甚至觉得骂得太轻了。这些毒贩也太狠了，体内运毒都敢干。还好这人被狗咬了，不然还真让他坐火车跑了。这么说的话，那只疯哈士奇还做了件好事。你们说有没有一种可能，那哈士奇是闻出了这人身上的毒品味，所以才袭击他的？不然为什么这么多人就咬他一个？我操，你还真别说，得了吧，哈士奇还能逮毒贩？我看就是碰巧，一码归一码。这种疯狗还是得打死。大部分人仍觉得这是巧合，但民警们听到这些话，却是纷纷面色微变。真的是碰巧吗？如果这只哈士奇真的就是林婉晴的狗，和早上那只制服了连环劫匪的是同一只，那说不定他还真是专门冲着罪犯去的。哪有这么巧的事？一天之内咬伤的2个人全都是罪犯。林婉晴也想到了这一点，一直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了一些。就在这时，人群忽然掀起一阵惊恐的骚动，自觉地让开了一条路。众民警疑惑地扭头看去，就见到一只黑白相间的哈士奇正一脸谨慎、小心翼翼地朝着这边走来。警官，就是这条狗，快打死它！它还敢回来！快，等会儿又发疯就麻烦了。妈的！欺负狗不会说话是吧？我不敢乱叫，生怕被误会，只能快步走到林婉晴面前，对她投去一个求助的眼神。愣着干嘛？快帮我解释一下！二蛋！林婉晴试探着喊了一声，我那十分人性化的表情和灵动的眼神，让她一时根本不敢确定这是自己那只傻狗。对，就是我，赶紧帮我洗白啊！周围那一道道嫉恶如仇的目光，让我有些头皮发麻。真是你啊，二蛋，你怎么跑这儿来了？林婉晴面露惊喜，连忙蹲下身，一把将我揽入怀中。狗脸一红，大庭广众之下不太合适吧？什么时候学会拆笼子、开防盗门了？还敢离家出走？你知道妈妈有多担心你吗？林婉晴忍不住嗔怪道：“我又不是亲生的。”这场面把围观群众看得一愣一愣的。这狗是这女警官的，难不成是警犬？带队的老张见状，想了想，决定向群众解释一下：大家别紧张，这狗应该不是疯狗。它是我们这位同志养的宠物犬。今天上午，这只狗还救下了一位被抢劫的姑娘，并且当场制服了抢劫犯，就是那个1周犯下午起案子的连环劫匪。前几天都上新闻了，是他帮我们抓到的。这次他袭击的这个人，也大概率是运毒人员，所以大家不要紧张，他没有伤及无辜。这番话一出，全场震惊。不是吧？这狗这么牛逼？连环劫匪？我好像在新闻上看到过。不是说那劫匪是1.9米的壮汉吗？能被一只哈士奇制服？你看，那毒贩的小腿都变形了，
这战斗力可不是普通哈士奇。警察还能骗我们不成？上午抓劫匪，下午抓毒贩，这叫宠物狗？这是神犬吧？瘫倒在地的刘伟更是听得目瞪口呆，整个人都傻了。他刚才还以为是自己倒霉，碰巧被疯狗袭击了，结果这狗是专门来干我的。妈的，哈士奇还有这功能！刘伟越想越崩溃，心态彻底炸了。他运了这么多次毒都有惊无险，这次虽然中途包被抢，丢了一小包货，但他仗着男扮女装迷惑监控，自认万无一失。结果尼玛的被一只哈士奇给拿下了，进去了都没脸跟狱友说自己是怎么被抓的。很快救护车来了，刘伟被抬上车时，目光还幽怨的死死盯着我。宿主成功抓捕一名运毒犯，评级3星，随机奖励发放中。恭喜宿主获得新能力动物之友，可与任何动物无障碍沟通，人类除外。能力牛逼啊！我当即想找个动物测试一下，左顾右盼，目光停留在一个大妈牵着的泰迪犬身上。我试探着对它叫了一声：“喂，哥们儿，能听懂吗？”那泰迪仿佛听懂了，扭头看来，眼睛发亮的回应：“兄弟，能不能让我试一下？”我脸色一黑：“滚你妈的！”傻逼泰迪，总之这个能力还是挺牛逼的。我抬头看向正在疏散群众的林婉晴，朝他叫了2声。怎么了，二代？林婉晴疑惑低头，我示意他蹲下。他虽然没看懂，但也看出我似乎想表达什么。他习惯性的蹲下，摸了摸我的狗头。我一脸严肃的伸出狗爪，放在了他的胸口。不对，有歧义。我连忙将爪子从他胸口的井号上移开，转而放在了他臂章上，一脸郑重的拍了拍。林婉晴下意识的扭头，看到了自己臂章上那显眼的警察2字，顿时愣住了。他疑惑片刻，很快联想到了一个荒谬的猜测，眼眸微微睁大，难以置信地看着我。你是想告诉我你想当警犬？我赶忙认真地点了点头。林婉晴唰的一下站了起来，看向我的目光充满了震惊。她现在严重怀疑自己的狗被夺舍了。与此同时，恶臭熏天的下水道中，秦风和几位刑警已经带着王虎找到了他藏身的那片空地。他们第一眼就看到了那袋散落在地上的白色粉末。作为一个前期毒警，秦风只看了一眼就心里有数，白面至少500克。几个年轻刑警闻言都不由得呼吸急促起来。这是大案啊！陈队，我们赶紧收集线索，回局里查吧。秦风瞥了他们一眼，脸色一沉，把你们嬉皮笑脸的态度给老子收起来！你们以为抓毒贩是件很轻松的事？敢运这么多货的，不是疯子就是亡命徒，身上说不定背着人命，甚至有枪。贩毒案件是绝对严肃的。几个年轻警察被训得汗流浃背，顿时也意识到了自己的轻浮。这袋毒品是从哪个包里找到的？就是这个巴黎世家的包。王虎指着地上的黑色挎包，我记得我走之前，这袋毒品是放在包里的。什么意思？我们来之前还有人来过这里？啊，可能是我记错了。王虎也不确定。秦队，这里有张火车票，江城火车站的。秦风连忙过去一看，顿时表情难看起来。今晚8点15的，时间已经过了。要是嫌疑人补票上车，现在已经离开江城了。搜查难度无异于大海捞针。王虎，你早上就被捕了，这么重要的信息，为什么不早点说？一个年轻刑警忍不住质问。我早上都快被那哈士奇吓傻了，下午才想起来这事儿啊！就在这时，秦风的手机响了，是局长周正国打来的。所长，我们已经找到了王虎的藏身点，确实有一袋毒品，至少500克。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那个嫌犯的包里是不是有一张去外省的火车票？起点是江城火车站。秦风当时就愣住了。您怎么知道的？那就没错了，是这样的，就在刚才，我们的民警在江城火车站门前抓到了一个运毒人员，人体运毒，已经排出了3斤多的海洛因。按他交代，3天前他被抢走一个包，里面有一袋500克的海洛因和一张火车票。我就寻思这事挺巧，打电话问问你。现在看来，王虎抢的应该就是这个运毒人员的包。秦风听得一愣一愣的，抓到了，这么巧？他们这边才刚找到嫌犯的包，还在头疼这人海茫茫该怎么抓，另一边的同事就已经把人逮住了。听这意思，甚至都开始审了。什么？抓到了？几个年轻刑警都投来疑惑的目光。秦风简单解释
释了一下，众人也都是满脸的惊讶和诧异，只觉得这巧合来得太过梦幻。他们下意识的以为那个运毒人员肯定是在过火车站安检时露了馅儿才被抓的。那就好，还好没让他上火车，不然真就麻烦了。这下咱们分局的同志可是立大功了。好家伙，人体运毒3斤多，加上我们找到的，这就是4斤了，够枪毙好几回了都。功劳是不小。电话那头的周正国语气却有些微妙，但也不知道能不能算在我们分局头上。秦风一愣，眉头猛地皱起。您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是火车站那边的人要抢我们的功劳不成？他刚才顺手开了免提，几个年轻刑警听到这话，当时就急了。既然是他们分局的民警抓到的人，功劳凭什么不算他们的？那倒没有。秦风等人顿时都懵了，不是被人抢功，那这功劳怎么就不是他们的了？局长，您有话能直说吗？我实在没搞懂您是什么意思。秦风一头雾水，电话那头的周正国叹了口气：老秦呐，你觉得早上抓捕王虎的功劳能不能算到你头上，或者说算在我们分局头上？这个情况有点复杂，主要是王虎完全是被林婉晴的狗制服的，跟我们关系不大。那狗也不是咱们所的警犬，我也不知道这功劳该咋算。您问这个干嘛？当然有关系。周正国的声音里透着一丝哭笑不得。那个运毒犯也是林婉晴的狗制服的，我们的人赶到时，那家伙已经被狗咬的失去行动能力了，就跟王虎的情况基本一模一样。你说这2个案子的功劳到底该咋算？当秦风等人押着王虎火急火燎地赶回分局时，正好看见林婉晴牵着一只哈士奇从大门口走出来，看样子是准备下班回家了。小林，秦风一愣，然后目光不由自主的就落在了我的身上，眼神中充满了震惊、难以置信、匪夷所思等种种情绪。那几个年轻警察也是用一种看妖怪的目光上下打量着我。离谱，这狗就你妈离谱！好家伙，我们才刚找到线索，他转头就已经去火车站把人给抓了，神犬小七都没这狗神啊！上午抓连环劫匪，下午抓运毒人贩，这破案效率，市局刑侦支队看了都得喊声牛逼。搞了半天，我还不如一只哈士奇。一个年轻警察喃喃自语，说出了大家的心声，能不能别围着了？忙了一天了，让我回家和警花睡觉行不行？不就是抓了2个罪犯吗？有啥大惊小怪的？有爪就行。我摆出一副不以为意的模样，双眼微眯，表情中还带着几分高冷不屑，只觉得自己此时简直帅炸了。嘿，这狗尾巴都翘起来了，还知道我们在夸他呢，哈哈哈！还抓高冷尾巴暴露了吧？尴尬不狗子！哎，我尴尬的狗爪差点抠出3室一厅，忘记压住生理反应了，我赶紧把尾巴放了下去，又引起了刑警们的一阵惊叹。这狗还真听得懂人话。秦风摇头失笑走上前。小林，你这狗是突然开窍了吧？什么时候变得这么通人性了？林婉晴苦笑，我也不知道啊。这狗子今天可是把他这个分局一枝花的风头全抢完了。以前在局里基本所有男同事遇见他都会多看他一眼，但今天他牵着我回来，所有人遇见他的第一反应都是看狗。林婉晴是既无奈又自豪。周正国刚才已经跟他聊过了，虽然二蛋没有经过正规的警犬训练和考核，但凭他独立抓获2名重案犯的惊天功劳，很有希望能破格成为警犬，甚至被评为2级功勋犬。知道了这个消息的我也很高兴，彻底松了口气。稳了，蛋蛋稳了，编制也快有了，以后抓罪犯就能名正言顺，再也不用担心被当成疯狗打死了。今日收获颇丰啊，我心满意足，准备奖励自己一下，于是蹭了蹭警花那光滑洁白的大腿。林婉晴低下头，还以为我是想回家了，便对秦风说道：秦叔，明天再聊吧，今天忙了一天，我带二蛋回家休息了。哦，行。秦风连忙点头，又补了一句：明天记得把狗子带来哈，这么好的苗子，可别真当宠物养了。知道了。林婉晴应了一声，牵着我朝远处走去。等到四周无人，她低下头，笑眯眯地看着我。二蛋，今天你立了2个大功，今晚可以允许你进屋上床睡觉。我狗眼微亮，有还有意外收获，但是得把爪子和屁屁洗干净。等会儿我洗澡的时候，顺便就帮你洗了吧。我狗眼大亮，我操，还有这种好事！而此时城南分局局长办公室里一片烟雾缭绕，政委李哲盯着电脑屏幕，一边抽烟一边挠头，眼中布满血丝，苦恼至极。不是。老周，这报告怎么写？写这2个重犯都是被一只哈士奇抓住的，咱们分局屁用没有？你这么写上去，不就是跟领导说咱们整个分局还不如一只哈士奇吗？那不是找骂吗？那就写是我们刑警队抓的。你连哈士奇的功劳都要抢？李哲眼角一抽，今天火车站现场有多少人看着，都知道是狗制服的毒贩，不少人拍了视频发网上了都。你这样写，那不也是找骂吗？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那你说怎么写？你是政委，你问我。周正国也快红温了，看着抓耳挠腮的李哲，周正国深深吸了一口烟，忽然意味深长的开口：“老李啊，你说林婉晴这姑娘是不是很适合做警犬训导员啊？”啊，那姑娘都不是这个专业的，怎么可能哎？李哲下意识的反驳，但说着说着忽然反应了过来，眼睛一亮，连忙点头：“对呀，我也觉得她特别合适。”周正国露出微笑：“对吧？报告就这么写。我分局实习警犬训导员林婉晴同志工作之余，仍不忘钻研业务，私下以专业警犬标准对其家犬二蛋进行长期严格的科学化训练。今日该犬在外出期间，凭借其敏锐的嗅觉和过硬的擒拿本领，碰巧遇上2名在逃重犯，并当场将其双双制服，为我市的治安稳定做出了卓越贡献。你自己再优化一下，反正大概就这么个意思。你看，这不就跟咱们分局扯上关系了吗？”李哲听完直接竖起了大拇指：“老周，你他娘的简直就是个天才！这么好的苗子，可别真当宠物养了。”知道了。林婉晴应了一声，牵着我朝远处走去。等到四周无人，她低下头，笑眯眯地看着我：“二蛋，今天你立了2个大功，今晚可以允许你进屋上床睡觉。”我狗眼微亮，有还有意外收获，但是得把爪子和屁屁洗干净。等会儿我洗澡的时候，顺便就帮你洗了吧。我狗眼大亮。我操，还有这种好事！而此时城南分局局长办公室里一片烟雾缭绕，政委李哲盯着电脑屏幕，一边抽烟一边挠头，眼中布满血丝，苦恼至极。不是。老周，这报告怎么写？写这2个重犯都是被一只哈士奇抓住的，咱们分局屁用没有？你这么写上去，不就是跟领导说咱们整个分局还不如一只哈士奇吗？那不是找骂吗？那就写是我们刑警队抓的。你连哈士奇的功劳都要抢？李哲眼角一抽，今天火车站现场有多少人看着？都知道是狗制服的毒贩，不少人拍了视频发网上了都。你这样写，那不也是找骂吗？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你说怎么写？你是政委，你问我。周正国也快红温了，看着抓耳挠腮的李哲，周正国深深吸了一口烟，忽然意味深长的开口：“老李啊，你说林婉晴这姑娘是不是很适合做警犬训导员啊？”啊，那姑娘都不是这个专业的，怎么可能哎？李哲下意识的反驳，但说着说着忽然反应了过来，眼睛一亮，连忙点头：“对呀，我也觉得她特别合适。”周正国露出微笑：“对吧？报告就这么写。我分局实习警犬训导员林婉晴同志工作之余，仍不忘钻研业务，私下以专业警犬标准对其家犬二蛋进行长期严格的科学化训练。今日该犬在外出期间，凭借其敏锐的嗅觉和过硬的擒拿本领，碰巧遇上2名在逃重犯，并当场将其双双制服，为我市的治安稳定做出了卓越贡献。你自己再优化一下，反正大概就这么个意思。你看，这不就跟咱们分局扯上关系了吗？”李哲听完直接竖起了大拇指：“老周，你他娘的简直就是个天才！”